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最近投资了 Inbridge 股票，原因包括高额股息收益率 7.4%， 有吸引力的估值 PFCF 低于12，稳定的增长前景。Inbridge 拥有可靠的股息派发记录，其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具有成本服务或按需付费合同的资产，因此即使油气价格大幅下跌，其自由现金流也不太可能下降。下面这条，拜登宣布退出连任竞选的新闻迅速传播到全美，各平台流量激增，新闻机构、社交媒体、短信等方式在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信息在几分钟内传遍了全国2/3的人口。让我们关注，洛杉矶无家可归者众多，但缺乏高效技术系统来管理相关服务。Better Angels United 正在开发应用程序，希望通过提供庇护所信息、服务协调和床位数据库来改善无家可归者的安置和服务。接下来，巴塞罗那计划在2028年后不再续签所有民宿许可证，以保护当地居民的住房供应和抑制高昂的租金和房价。接下来这条，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要求选民剥夺州长单方面支出联邦资金的权利，此举是为了回应 COVID-19 大流行期间流入该州的数十亿美元资金。下面这条，马来西亚要求拥有超过800万用户的社交媒体在8月1日起申请许可证，以打击网络犯罪。接下来，标普500指数在今年创下38次新高后近期休整，一些投资者认为这表明反弹接近尾声，但华尔街专家对此并不担忧。根据精选的华尔街分析师 CrowdStrike Holdings 隐含上涨 76% 和 Teladoc Health 隐含上涨 55%， 这两只标普500股票仍有很大的上涨空间。下一条，股市涨势火爆，但专家预估将出现下行趋势，类似于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泡沫。尽管无法具体预测，但历史表明，从长期来看，市场不可避免的会从下跌中复苏，因此在市场不确定性中，根据历史经验进行投资至关重要。让我们关注，高收益股息投资是获得被动收入的受欢迎策略。高收益股息股可以为追求收益的投资者提供有吸引力的回报率。近期经济指标表明利率可能下降，这可能使高收益股息股更具吸引力。投资者可考虑两只高收益股息股，辉瑞 PFE 和百时美式贵宝 BMY， 它们估值合理且股息可持续。让我们关注 Whirlpool 董事长马克·比特则拒绝对博士收购传闻置评，称市场总是正确的。他表示，尽管宏观环境不利，但 Whirlpool 受益于住房市场复苏，是复苏的最大受益者。接下来，英国新任左翼政府称国家破产残破，指责前政府造成这种局面。英国财长将于周一发表演讲。英国劳动党政府此次批评是为大幅加税奠定基础。接下来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华，旨在改善两国关系，减缓与欧盟的贸易战担忧，同时吸引中国在汽车制造等行业的投资。下面这条，股市反弹处于数月来的最脆弱时刻，华尔街将迎来夏季最繁忙的一周。接下来这条，委内瑞拉人首次对获得民主机会充满希望，目前已开始投票。争夺者包括现任总统马杜罗和反对候选人冈萨雷斯，后者由被禁止参选的马查多支持。投票的透明性和公平性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美国重新实施制裁后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 Meta Reality Labs 部门在4年内亏损近500亿美元，原因是混乱的文化、缺乏明确愿景以及管理不善，导致了巨额资金消耗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